晚上好啊！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马来西亚有个地方，在那边，如果你要结婚，就必须用一个人头来做聘礼。简单讲，就是一个人头换一个老婆。那么，什么是猎头族呢？顾名思义，就是打猎的猎，人头的头。故事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东马。那个时候，那边没有国家统一管理，每个小部落自己管理自己。很多小部落为了生存和抢地盘，就经常在那边打仗。很多的部落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就是打赢了过后，一定要把敌人的人头带回自己的部落，高高的挂在自己的屋梁上。他们那么变态，只是为了示威，让敌人不敢靠近。其实也不完全是。以前我还以为猎头族就是食人族，就是吃完人肉过后把头收起来做纪念。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要的不是肉，而是头颅里面看不见的能量。以前那里的巫师就认为人头里面隐藏着一种很特别的能量，而头是最神圣、最危险，也是最有力量的地方。为什么是头？仔细想想，人的五官都集中在头上面，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到，嘴巴能说话，鼻子能呼吸，这些都是和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人体的主要部分都集合在这里，会不会其实灵魂的出入口也藏在头颅里呢？我想不可能，灵魂会在脚趾那边跑出来吧。部落里的恐怖巫师认为，一个人死了过后，他的灵魂就会先寄居在头，然后才离开身体。所以猎头族就要把头先带回去，再让巫师做法把灵魂都锁在里面，然后再把那个人头高高的挂在屋梁上，让这些灵魂成为守护灵，替他们做事。至于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反正对猎头人来讲，这些不是恐怖的战利品，而是他们的保安。可是如果人被杀了过后，灵魂还要替他们做事，想想就觉得可怕。想想看，被杀了过后，意识就一直困在头颅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仇人每天从你下面走过，可是你却什么也做不了。所有的痛苦转换成一种能量来为他们做事。他们杀了人后，还要把一切都榨干取尽，死后都不得安宁，一直被他们所用，连做鬼都不能翻身，没有任何希望，没有轮回，没有尽头，就这样一直的被困着。那种感觉是真的绝望，比单纯的杀戮还要可怕很多很多。我们怕鬼，但鬼或许还有自由，而这些被猎头族抓着的灵魂，连鬼神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婆罗族的猎头族有很多，不过最有名的还是穆鲁，他们主要都在沙巴的深山里，特别就是这一带。猎头可以讲是那边每个成年人必须通过的考验。如果想要证明自己是男子汉的，或者想要娶老婆的，压力是真的大。我们现在顶多就讲钱，他们必须从头开始。而猎头可不是单纯的杀人砍头，据说在出发前，猎头族都必须亲守严格的纪律，就比如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做一些事情，以确保自身的纯洁，要不然可能会被反噬。杀了人砍下头过后，他们就会用一种特别的人头篮来盛放，再带回部落里。在这个路途中，一路上要不断的对着头颅念咒语，囚禁和安抚这些灵魂，主要还是防止灵魂离开头颅。回到长屋后，巫师就会进行一种终极仪式，将他的灵魂永远的锁在那里，变成他们的能量。一般上，他们猎的这些头都只是他敌人的头，我想大部分应该都是抢地盘引起的吧。猎头族的领地意识很强的，如果我们不小心闯入他的地盘，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他的敌人，而被他们盯上。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去到那里的深山野林，看到有纹身的人，还是快点跑比较好，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流传下来的猎头族。为什么呢？因为每当他们猎了一个头过后，就会在身上纹身做记号，也代表着猎头次数，战绩越多，纹身就越多记号。当然不是讲对有纹身的朋友有偏见，在街上看到大部分的帅哥，大概率都是安全的，不用担心。一直到18世纪，婆罗洲就变成了英国直辖殖民地。
很多的英国人就到婆罗洲来做贸易。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进深山的长雾，一抬头，发现横梁上面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那一刻他们是真的怕了。过后，英国人也不怎么敢去惹这些人啊，一直到1885年，英国的一个军官 Leeford， 他就进入了他们的地盘。过后，血战就瞬间爆发，军官被杀死了，军队死伤惨重，英国人狼狈的撤退，也不敢再靠近了。不过，最诡异的还是在1915年，那一年有一个穆鲁的酋长，也是巫师 Antonos Andanom。当时英国人就为了征服他们，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但是场面却很奇怪，全副武装的军队竟然打不过土族。一边是当时最先进的军队，拿着步枪，带着大炮；另一边是住在长屋靠打猎为生的原始部落，武器是长矛和吹剑。怎么打不过是真的想不明白。既然很难打不过，那么就只好擒贼先擒王。英国军队当时就把子弹都瞄向了那边的酋长安多诺身上，但是更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子弹几乎对他没有伤害，明明是打中了，可是他却没有受伤。是他的法术让子弹偏移了，还是讲这些奴隶的灵魂在帮他挡下子弹？到最后，这些英国的军官还逼得躲进了要塞里面，不敢出来。正面打不过，英国人也就只好用最不光彩的那一招，就是假装要和这个酋长谈判求和。当酋长带着他的随从进入会场的时候，英国军队就突然埋伏，把他给杀了。可能是酋长离开了他的司法范围，也可能是酋长被偷袭了，来不及施法，反正就是被偷袭死了。随着酋长的倒下，森林变得异常的安静，就仿佛所有被锁着的灵魂得到了自由。穆鲁族的反抗也渐渐的平息。再加上英国殖民者严格的法律禁止猎头，猎头族的习惯也就渐渐的减少了。再加上这些黑法术原本就是不好学的，非常的危险，一般的巫师都会有反噬的。反噬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伤害了他，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随着技术慢慢的失传，所以猎头族也就渐渐的消失了。讲起来，这些黑暗法术其实和诅咒术也差不多啊。虽然战争过去了100年以上，即使今天他们已经不猎头了，但是很多那边的村民都会讲，在森林深处晚上走过猎头族旧部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低语声，甚至看到没有身体的头颅在树枝之间晃来晃去。所以一般大家都不敢在晚上去那些废弃的古老长屋，万一冒犯到那些灵体就麻烦了。现在猎头族的后代在节日里面还是会表演猎头舞，但是一切都已经是文化的象征了。他们的故事也就变成了那里最震撼的历史之一，从信仰到战争到没落再到传说，直到如今很多猎头刀猎头篮依然的保存了下来，博物馆里面依然可以看得到。猎头族用灵魂来做守护的黑巫术，听起来很极端，可是又有点熟悉，对不对？其实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也有一种仪式跟这个黑巫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打生桩。简单讲就是把人头埋在水泥里面，然后把他的灵魂囚禁在那里，让他的能量来守护着这个地方。很多的桥都有这样的仪式，就像广州珠边上的桥，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桥，也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关于打生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专门的来聊。想看的朋友记得订阅啊！拜拜，我们下期见。